魏无羡疑惑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把那个盒子打开，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想必是设了一层结界来保护的。魏无羡乐了，非要将这个东西打开不成。他正想拿符咒来打开，蓝忘机却回来了，看到魏无羡拿着了那个木盒，面色微微一变，随即便恢复正常了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这是什么啊？保存的这么好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可以打开看看。”魏无羡拍了拍那个盒子：“我打不开，里面不是设有结界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可以。”蓝忘机这么笃定，魏无羡便也不再说什么了，反而更加好奇。魏无羡便准备用灵力打开，谁知灵力刚刚碰上，那木盒子便如铁锁上了钥匙，打开了。魏无羡定睛一看，里面是一张画，而且还是很眼熟的一幅画。魏无羡疑惑的道：“为什么我能打开？这幅画是谁画的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做的。”“我怎么不记得？”蓝忘机一顿，微有些失落的神色。魏无羡见他失落，便立即开始绞尽脑汁的去想，忙道：“不是，蓝湛，我再想想，我应该能想起来的。”但再怎么想，也还是一片空白。蓝忘机道：“不必。你可否记得夷陵我和你的第一次夜恋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当然记得，这和这幅画有什么关系？”蓝忘机道：“那时你便做了一幅画。”当时魏无羡还在夷陵当山大王的时候，蓝忘机便以夜猎之名来路过此地。魏无羡见他都来这里夜猎了好几次了，以为棘手，便想和蓝忘机一起去夜猎，但当时他没抱太大希望，就随口一说而已。毕竟蓝忘机还是可以信得过的，但他却当真了，真和魏无羡一起夜猎去了。夜猎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女修士，望羡二人正赶棘手，他便也冲过去帮了忙，立马便得心应手了起来。望羡二人给女修士道谢，女修士说：“道谢就不必了，就是我最近实在缺钱，如果能给银两就再好不过了。”但魏无羡自然没有银两。那女修又道：“对了，我还喜爱收藏画集，如果能给我画一幅风景画就更好了。”蓝忘机本来就要掏腰包给钱的，一听这话，魏无羡立马制止了他掏腰包的动作，转而对女修笑道：“风景画，我擅长啊，你只要有纸墨，我一定给你画个上好的画来。”那女修果真有纸墨，魏无羡当即便给她做了画，女修极为喜欢，得了画便道谢走了。不过魏无羡不知道的是，蓝忘机随后找到那女修，付了高价给买了下来，女修也给的爽快，毕竟钱对他来说也特别需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魏无羡想起来了，笑个不停，道：“我给人家小姑娘的谢礼，你也要拿呀？你看看你这醋吃的，我就说你当时就心情不好了。”魏无羡啊的一声，被蓝忘机猛地按倒在榻上，他有恃无恐般嘻嘻笑道：“韩光俊，你看我笑得这么过分，是不是该好好惩罚一下我？”蓝忘机咬上他的唇，狠狠的道：“该罚。说起来，我还真给忘了。”“什么？”魏无羡笑道：“画呀，你之前不是说我给女修作画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其实我觉得，我好像关于你的事情我都记得，就算之前不记得，现在我也都想起来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女修那幅画嘛，我没放心上，自然也就不记得了。那倒不如说我忘了那幅画，但记得和你的第一次夜恋呢。”“所有和你有关的我都会记得，不怎么在意的就会很快被我忘了。这幅画的事情你不提醒我的话，我还真想不起来这一处。”蓝忘机看起来心情有些好了。魏无羡笑道：“所以说嘛，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，不就是证明我一直都很在乎你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我也是。”魏无羡打了个哈欠，他动了动下身，浴桶里的水声便哗啦啦的作响。蓝忘机还在给他做清理，此时他一动，蓝忘机就按住了他，沉声道：“别动了。”魏无羡想也不想，就连亲了蓝忘机好几下，笑着乖乖的道：“好的，夫君，我不动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困了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又打了个哈欠，不知道身下的手指碰到了何处，他呜的一声颤抖了一下，身体发软，缩在蓝忘机怀里。蓝忘机耳根泛红，待到清理好了，
魏无羡便咬紧了他的手指，还用力的一吸一缩，喘气道：“二哥哥，别这么急着走嘛。”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别闹。”魏无羡在他的喉结上、锁骨上边亲边道：“二哥哥，你还要不要？”天色确实已经很晚了，见他不说话，魏无羡有些失落，又笑道：“哈哈，我逗你玩的，我也困了，洗好了就睡吧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想要？”本来今天夜猎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一直在嚎叫着累死了，于是蓝忘机体谅他，只做了一次，而眼下两人都还剩些体力。魏无羡反应了过来，又转身勾着他的脖颈，眼中盛满了笑意，软声道：“想要，我们在浴桶里再来一次。”好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